那接着我要来介绍其他一些运算式，然后跟原本的这些属性做组合哈。那现在我先讲那个乘法。那这边我希望去乘一个颜色哦，那也可以去乘一个数值哦。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介绍一个叫 multiply， 我需要这个啊，这个是乘法，这个好，这 add 这乘法，这两个不太一样啊哈。我们先讲这个比较简单的，好，这边都有一些数学的运算式，这个好，那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去乘以一个颜色。这个物件，譬如说我要替这个瓷砖去染色哈，所以我可以再加上一个数字，好，1加滑鼠左键，然后把这个接过来哦，这个接过来，然后去乘以一个数字，然后去放上去，这样，好，那就可以增强这个物件的明暗。你看我现在是0，有没有这样？好，那预设是1嘛，预设1，它会看它原来的这个，好，那当然这个数值可以加大，譬如我现在给它5好了，这样啊，它变怎样？变更亮。好，如果我存档，我们看这里，所以用数字的话，可以让这个材质类似在 Photoshop 里面调亮度，这样。所以这是一个乘法，在 Unreal 里面这边的材质都是一些数学的运算式哦。哦，好，那这个是数值，那我可不可以用颜色？好，这个砍掉。好，其实旁边刚刚有好几个哦。好，颜色哦。这里好，这颜色，然后这样加上去，把它乘上去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它就染这个颜色了。好，我们这样存档一下，这个好，所以这个 multiply 就是乘法。它现在这个颜色，其实我现在点2下，它是由 RGB 构成嘛，所以它的 RGB 就等于这3个数值。哦，所以它这个会乘以它的 RGB。好，你想一下，这是乘法哈，然后这里的 XYZ 就等于 RGB。然后会去乘以这张图，这张图点2下我会看到它嘛，它在哪里？它在这边，对，在这里。然后这样点2下，这样点2下进去，它会乘以它的 RGB， 这样乘以它的 R， 那乘以它的 G， 乘以它的 B， 哦，这样，好，所以你就要想象一下咯哈。好，所以乘以 RGB 就等于是这样，好，所以类似染色。那如果在 Photoshop， 我这边用 Photoshop 示范一下，这张图在这里。那我到 Photoshop， 我开一个新的，好，剪贴簿，确定，好，贴上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然后在 Photoshop 原理是这样啊，比如说我去填上刚刚那个紫色，我随便填哈，蓝紫色，这样，好，去填上这个颜色，这样，好，这样，在 Photoshop 啊就是这样哦 ，Unreal 是这样嘛啊 ，Unreal 是这样 ，Unreal 是这两个相乘就等于是这个。在 Photoshop 是这个就刚刚的颜色，然后你把它混合模式改成 multiply， 色彩增值，这样，所以这个乘以它就等于这个，好，所以这个，所以在 Unreal 里面材质都是各种数学的加减乘除运算哦。OK 哦，就慢慢体会。来，那再来我要控制法线，法线其实可以控制它的高度。那我现在把这张图先拿掉，这张图我不要染这个颜色哈，这个会变正常的。好，其实这个法线，如果你觉得强度不够强，其实可以控制它的高度。那这个高度一样用一个数值去乘。那这个 multiply 常用哦，常用，所以它也有快捷键哦。按住 M 不放加滑鼠左键，按住 M 就是 multiply 哦。好，那这里你可以让它乘上一个数字，然后去加强它的强度。但是不要用这个来乘的话，会有点奇怪，因为在法线贴图这个地方，它有专用的高度控制的节点呢，叫 Flatten。好 ，Flatten Normal， 这是控制法线专用的高度。好，所以这里加法线把它放到这边。好，然后这边去乘一个数字。好，1加滑鼠左键。好，我希望它高一点。现在是0，所以等于是这个法线没什么作用了。这样，然后我现在数值把它提高哦。现在1就是它原本的，1就原本的。好，那这个我可以增强，比如说10。然后它的法线效果就会更明显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是这样，因为还没存档，我比较一下哈。好，现在是1，我存档。那这样看到结果会是原来的，跟原来是一样的哈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像这样，1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没什么效果哦。我现在是1还是0？所以是1 normal。好，它这样，哎，好像没什么效果哈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我现在把它加进去。我跳过它啊，这里我先忽略了哦。你这样知道意思了哈。
就没有这个功能，只有就把线连到 normal 而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样才有立体感，这样有立体感，所以可以增减它的强弱程度。好，我抓一下啊，这个是一的感觉，不对，这是没有的，没有哈你如果加上一，它反而不明显哦。好，我现在存档一下，我现在加上乘以一是这样所以乘以一的话，它并不是原来的，现在把它减弱了。那要到多少才够呢？我们看一下是不是10。好，做完之后记得存档，它才会更新。这个是原本呢，你没有加上任何的这种高度控制的话，没有去平整化是这样。所以它10反而过多了。所以这个是控制法线强弱的专用的节点就是把它压平法线。你数值高的话，它就比这个再更夸张。所以这个补充一下有用到的话，那个节点的名称把它记下来。OK。